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要来开箱咯，开箱我在酒展买的八烟传奇，它的英文是 Old Ballantrae， 那台湾的话把它翻译成八烟传奇，然后在更之前它的翻译的名称的话是叫做百灵醇。这支酒的话是都明多酒厂的酒，10年陈年泥煤单一麦芽威士忌，它是斯杯塞区的泥煤哦。其实它上面都已经跟你说它可以喝到什么味道了，有新香料的泥煤烟熏，平衡的甜奶油、玉米gentle 的 peaty 麦芽的 backbone 是什么意思？背骨吗？然后尾韵的话 thriving finish of sweetness gradually replaced with smoky depths。反正都在讲烟熏啦，都在讲烟啦。那我们来开箱看看咯。这支的话呢，OB 耶，独立酒厂 OB 啊，不对 OB 是那个 Official Bottling 官方的装瓶。这支其实在酒展的那边的时候就有喝过了啦，只是说今天买回来喝的感受绝对又是不一样。它是非冷凝过滤的威士忌哦，然后它的泥煤的 ppm 的部分呢有到55，香。来咯，这个让它在旁边。我刚听到声音耶，神奇！它的那个瓶盖塞下去之后发出了尖锐的声音。这个我先放在旁边。我同时呢会想要到另外一款也是我们之前买的泥煤威士忌来跟它比较一下，就是它啦 ，Port Askin 波特阿西卡，它又出现了。这个是真正真正的艾雷岛的泥煤威士忌。那它的话的 ppm 是多少？它酒精浓度是57.1啦。那它的 ppm 的话，我可能要看一下，它一样是非冷凝过滤的一个威士忌。这个也是那时候跟兄弟们一起开箱，大家被吓得要死的，都在医院里面一直狂奔的一支酒。刚好2支都有，我们就刚好可以比较一下。今天一样是用了2个镜头。波特阿西卡，这真是泥煤大怪兽哦。这支的话也先放到旁边去。从颜色来看的话，颜色差很多耶，波特阿西卡就蛮淡的，然后那个八烟传奇这一款呢，就颜色特别深。可是八烟传奇他说是用那个波本桶初次波本桶，一般印象中如果是用波本桶的颜色都不会那么深才对啊，通常雪莉桶的颜色会稍微深一点。波特阿西卡的 ppm 我之后再补上，资料。先来闻闻看我们的八烟传奇到底味道如何。其实你一闻啊，不会觉得它很泥煤耶。我觉得没有闻到觉得很泥煤的感觉，反而是那些花果香还蛮明显的。有一些水果啊、果干啊，还有一点炭烤的感觉，那种桃子啊、李子的味道，好闻。波特阿西卡又如何呢？发现它比较重一点就是闻起来会像是那种果酱的味道，就是巧克力类的，比较黑色的。比较沉的一个烟熏的味道，比较像肉的味道。我感受到了那种海潮的味道，那种海藻啊、开咸啊，那种潮间带的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闻起来的泥煤没有到非常重我的鼻子坏掉了吗？鼻子坏掉了。我再回来闻，觉得闻到更多的泥土的味道、泥巴的味道。
哇，忍不住了，很想喝一口了。我们先来品尝看看拔烟传奇吧。我发现它一入口之后，泥煤味道就出来了，然后再来就是，而且它酒体很饱满哦。我不知道为什么网络上有人说它酒体比较薄啊，是怎么了吗？你喝上一支喝了什么？我觉得它喝起来蛮饱满的，就算是肥肥厚厚的感觉。那当然还有一些它的那个酒精感，确实还是有啦。可是你要想哦，它酒精浓度是50度哦，炭火里面夹杂了一些果香，就是那种甘丁甘丁的感觉，咸甜咸甜的，然后有点梅干啊、乌梅的味道，就是蜜饯。然后蜜饯过后呢，你会感觉到它一股烟雾就这样弥漫开来。那烟雾过去之后呢，就会感受到它的果香。它尾韵我觉得就是很像那种果皮的味道，葡萄皮。在喝这个就感觉我好像在 BBQ 那种 BBQ 烤肉一样。我还蛮喜欢这支的，它的泥煤不是那种很强烈的泥煤，不是暴力型的，它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刚刚好啦。然后但它会稍微再带一些些的最后的尾韵，还有一些些苦味。好，我们再来喝阿西卡。但在这之前，我先喝一下水。我觉得艾雷岛的泥煤威士忌真的是更多海洋的味道，就是会喝到很像那种还带一点鹅啊的味道，有点那种海产的那种咸咸的感觉。最近我喝酒啊，自从被那个马祖的那个高粱酒教育过之后，我都会开始感受一支酒里面的咸度。因为我以前没有在分辨咸度的，是从那个马祖高粱之后，我才会开始去把注意力放在咸度上面。所以我现在喝威士忌啊，尤其是像艾雷岛威士忌，我真的发现它都有咸味在里面。可能是它海风带有咸味吧，就标准的正露丸啊，然后还有一些橡胶皮革的味道，然后还有像那种真正的就是沥青啊、柏油路啊。不过我觉得这一支没有像那个拉佛格那么多烧稻草的味道，其实我还蛮喜欢烧稻草的味道。两支我都觉得蛮赞的。我觉得啦，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花果香的话 ，Speyside 的泥煤你可以考虑看看。那如果说你比较海洋系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喝这个艾雷岛的系列的泥煤威士忌。Speyside 的泥煤威士忌相对少啦。那艾雷岛的泥煤威士忌确实比较多酒厂在做，高原骑士也是啊，高原骑士也是，高原骑士是Speyside的吧？它的那个泥煤啊，可是它泥煤没有像这个这么重，带有所谓的石楠花蜜的香气。然后这一款的话也是用那个Speyside泥煤，所以它其实也有一些石楠花的香味的味道。其实石楠花就是有点像那种蜂蜜的味道，就是烟熏里面又带一点蜜味的感觉。如果是那个紫杯，他讲就是说好像是烧龙眼壳的味道啦，还是他是讲烟熏龙眼干啊？我有点忘了他讲什么。刚好前阵子看他的影片，新片是在讲高原骑士的那个威士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讲话都那么慢紫杯大叔，他讲话这么慢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啊，其实啊，像所谓当主管的人，领导者，他们讲话有时候都是要故意讲的慢一点，声音要沉一点，因为这样会显得更有分量，讲出来的话会更这样子，讲出来的话会更有这样子的感觉。声音要沉一点，声音要沉一点，要慢一点。这样你的话就更有分量，对吧？有时候我拍我在喝酒啊，还是各种影片的时候，拍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拍到后面我就觉得我在干嘛。它这个的八烟传奇，它的尾韵的话，还有带一些那种，我觉得好像那种让你感觉抽了一口甜甜的烟的感觉，然后一点苦味、涩味啊、葡萄皮的味道留下来，当然是不错的啦，是好的方面。好啦，那这支酒就被我讲完啦。我的品饮感受就是像这样咯。
感谢收看。那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拜拜。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今天杂谈呢，其实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啦，还没有想好啦。有时候都会有那种突如其来的灵感，就觉得说，我今天可以聊一下这个，或者我可以聊一下那个。不过今天没有，我今天可是净身完毕才来喝酒的，我就洗完澡都弄好，酒倒好，开始喝，开始品酒。我在想，威士忌的价格是涨很多啊，因为我上网看啊。这是巴烟传奇之前大概1年前卖大概1400吧，然后我那时候买酒展已经是促销价了，还要买1840，是不是买贵啦？还是它原本就涨价？不知道。反正谈价钱伤感情，最好是，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要讲价格啊？还是不用讲价格？就是跟大家讲价格，这个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兄弟们就说，你应该要讲价格啊。然后可是我会觉得说，要吗？毕竟价格是会变动的东西啊。如果这个酒它是之后的人看了，发现说，我买贵了，所以那个价格就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是吧？我也不知道，我是觉得可以不用讲价格啦。可他们就觉得说，建议我要讲价格，真的比较闲。我觉得真的品酒啊，我的习惯就是2款酒一起喝，这样你真的可以比较。否则你单喝一款，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喝什么东西。不是啦，你单喝一款的话，你就没办法说去比较，没有比较，无从比较。无从比较的情况之下，你有时候会感官会钝化。然后你如果换一支酒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同的风味再给你洗过去，就是这样叠过去，你可以感受到更多啦。我的小建议。现在是杂谈的时间啊，所以呢。看完正片的兄弟啊，看完正片的300壮士们，不想听我杂谈的话，也可以可以先下线了。愿意再继续看我在那边跟你闲聊的话呢，欢迎再继续看下去。但我不知道我等一下要讲什么，不过我会先把我的酒添满2杯。8月底我又要飞日本啦，睽违3年了，没去过。3年没去日本了，是从那个武汉肺炎开始之后，就被锁在我们这个台湾小岛。对我来说，台湾很大，但对世界来说，台湾很小。2300万人对有些人来说是很少的，对有些人来说是很多的。看你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个基数，你看你是什么样的基数去看这个数字。我想讲啊，台湾的交通啊，终于啊，在各种新闻事件爆发之后，大家说台湾是行人地狱，终于慢慢改善了。之前真的是我在路上走路过马路的时候，走斑马线都差点被车撞，常我在台中之前常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超級火辣，那种有些车都给你刷卡，你知道吗？然后近到我会很想直接踹那个车子，就是很火大很气这样。然后我曾经在那个真正台湾要很认真面对这个行政问题之前，我甚至我过马路直接拿手机来拍就是因为很多车喜欢给我刷卡在哪？在台湾大道。然后还有像河南路上有一些路口，车子绿灯没在管你，然后我就直接录我过马路，然后车子就真的给我这样刷卡，然后我还录他车牌，然后录完之后呢，我就上传到那个警察局什么东西检举的那种，说不礼让行人，因为那是太气了，已经那种累积起来，所以我就录，就刚好被我录到几个。然后我大概前后大概检举了3次吧，3次都没有过。一个是跟我讲说什么证据不足啊，什么哥的，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违规事件不明显，难以判定什么的。反正他们那些
都会找一些烂理由就把你这个检举把它踢掉啦。但这只是自我的宣泄啦，因为真的太不爽了。不过现在真的我感受到台湾的交通有在变好一些啦，对行人来说，因为最近就新闻闹大之后嘛，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就是车子真的比较有在让行人了，真的有比较乖一点了。那像我自己，包含我自己也是，我平常就是会注意，尽量不要去从行人旁边这样给人家这样弄过去。我通常会绕后、绕背，有在玩那个传说你就知道了，绕背啊，不要从行人前面冲过去嘛，真的有够白目的。我之前过马路还有那种直接车子给我卡到我前面的，我都超火大，我还敲他车窗，然后他里面还那个中年男子还让有点不鸟我这样子，反正各种让我不爽的事件，有可能只是我个案啦，就是可能就台中某个地区这边特别发生这种白目的那种汽车不礼让行人的事件，反正这是我的感受啦。啊，我的感受呢也是有得到改善，就是最近台湾真的有变好一些了啦，就是真的还是要罚啊，就是。我觉得台湾人是怎样，真的是很原始，是不是啊？你一直在跟那个沦陷区看齐哦，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我们的素养明明就比他们高很多，为什么要这么愚蠢？本来就是该让行人啊，你给他刷卡干嘛？还有发生真的危险的事情，造成人命的。其实我用2个镜头啊，如果我要这样切的话，超麻烦的我还那边有一个影片就好，我这样剪辑比较方便。有2个影片，我还要这样剪来剪去，超麻烦的。我发现喝威士忌啊，真的是看心情怎样看心情？就是因为威士忌它有很多不同种类嘛，所以有时候有某些夜晚就是不想喝到泥美的，我就不要选泥美；某些夜晚就是可以觉得想喝一点泥美就喝一点泥美，真的是看心情。因为你可以有一些强调花果香的啦，强调雪莉桶很猛的葡萄干味道的啦，波本桶很强的奶油那个什么香草味的啦，这基本款啦。然后或者是那种你综合的爽喝的好喝的，就 Johnny Walker 你就可以随便拿来喝，黑牌啊、绿牌啊、红牌甚至红牌也可以啦，就都还不错喝。然后有时候就想换口味的时候，我就会喝一些像高粱。然后最近真的是喝了马祖高粱之后，真的蛮喜欢的东永系列啦。东永系列真的还有那个元尊什么元尊，马祖元尊好喝我一开始觉得没有很好喝，越喝越好喝，然后觉得它好咸，好像在喝汤一样。越喝越好喝，反正就是依照不同的心情会想要喝不同的酒。有时候就完全不想喝威士忌的时候，就是可以喝啤酒或者是喝高粱啊，就是换口味啦，真的需要换口味，否则你一直都对我而言，就是我不会想要一直都喝一样的东西啦，就是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蛮不错的，也蛮必要的，毕竟人生就是要不断体验嘛，增加自己的体验，给自己有更多的经验，要不然你活着一遭真的就是我好像没有录过这个题材，就是其实我有时候睡觉的时候，睡着瞬间醒过来的时候，看着漆黑的房间，我都会感受到那种灵魂重新回到自己身体的感受就是觉得说，我还活着，就是上一秒可能我不知道我在哪里，然后下一秒就是我就是在现在，我还活着这样子，就是这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从无到有之间。那个意识从无到有之间的那个临界点，让我有很深的感触，就会觉得，我活着这样子。同时，我会感觉到，就是我会再回到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有可能是永久的，就是我就不会有再有醒过来的时刻。有时候会想到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也不知道，我从小就会去想这种问题，就是生死这种东西，常常会去想。很酷我发现这个镜头可以拍这支酒，然后这个镜头可以拍这支酒，2支酒都拍到了，酷！哇，真的睽违已久啊！去日本要干嘛？我大吃特吃，要不要拍片呢？应
该会拍啦。然后那个，我原本我去韩国那次的影片就会拍一些走一回的系列嘛，就是带大家这样走，比如说走什么广藏市场啊、望远市场啊、首尔的街头啊，对我来说是还蛮好玩，可是可能大家反应就不是很好，我不知道全系列反应都一般般可能大家不喜欢看我拍这个系列吧，或者是这个系列本来就很冷门，还是说我拍的不好，都有可能，都可能里面因素都掺杂在其中啦。所以我可能反正不管怎样啦，你做得好也有人看，有可能有看，有可能没人看；你做得烂也有可能有人看，有可能没人看。所以你就自己舒服就好了，真的。各位跟我一样的小 YouTuber 们，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了，不要迁就也不是啦，就是这你要先支付自己嘛，然后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所以你真的就是为自己而活啦。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开心就好，真的，你开心就好，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啦。我觉得降温之后还不错，降温之后它顺口度又上升，更顺一点。所以我其实平常喝酒的话，我会希望它的温度不要太高，大概什么温度啊？20出头度吧，20度、21度，就是你喝起来至少是凉凉的啦，就是不要喝下去觉得温温热热的就没那么舒服啊。不过看酒啦，不一定啦，像高粱酒都不一定要冷冷的喝，高粱酒你也可以热热喝，快好。高粱酒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每一款酒它有它适合的风土跟气候嘛。像高粱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台湾做出来的，台湾的地酒，然后台湾的气候去喝，所以你就是在台湾的正常的天气去喝都 OK。就是这个就是当初那些酿酒师他做出来要呈现给你的味道。那如果说像是威士忌啊、红酒啊那些的话，因为他们通常都是纬度比较高或是比较寒冷一点的地区，所以他们的适饮温度，就是他们喝下去觉得好喝的温度，可能就是跟我们台湾的温度不一定会一样。所以你可以多方尝试啦，你也可以喝喝看凉的，喝喝看不凉的，甚至有冻饮啊，有些人会冻饮一些酒啊，冻饮也是一个风格啊，各种风格的呈现。我实在不知道今天是讲了什么。顺势一下好了啦，顺势我想要讲一下那个，哇，这个讲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讲很久好，我决定我要再顺便拍一下另外一部片了，所以这一部片就先这边结束喽，拜拜。